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懂不懂时髦，看这几点就知道了。穿错了容易被说装嫩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网上有一位60岁的女人，体重维持在120斤左右，五官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尽管身材微胖，她却用时尚的搭配技巧，完美地诠释了中年人的时尚魅力。她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穿搭心得，迅速走红，赢得了全网的赞誉。大家都惊叹地说，真是太时尚了。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不喜欢像其他老年人那样穿得老气横秋。她为了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和心态，开始向年轻人学习。她学习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和生活方式，这让她一步一步变得更加年轻和有活力。她晒出了20年前的照片做对比，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更年轻了呢。但中年女人的时尚之路可不是一帆风顺啊，有时候明明想穿出高级感，结果却被说装嫩。今天咱就来聊聊，怎么样才能既时髦又不尴尬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懂行的中年潮人。1. 懂时髦和不懂时髦的女人，看打扮就看得出来。说实话，中年女人的时尚感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些懂得时尚潮流的女人，走在街上都自带一种迷人的光环，而那些不太懂时尚的，感觉就像是穿着老公的旧衬衫出门逛街，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别扭。不懂时髦的女人，3个细节就暴露了。1. 品牌标志显眼，昂贵的服装并不一定代表品质高，特别是在搭配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全身上下都穿着名牌，但却没有很高的收入，反而会让人显得俗气。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品牌服装，虽然设计独特，但有时候过于夸张。那些大大的品牌标志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发财的暴发户，给人一种刻意炫耀的感觉。而从衣服本身来看，如果它并不是真正的名牌，使用廉价的材料，再加上过于花哨的设计，这种强烈的对比会让人觉得穿搭很不入流，没有中年女人应有的端庄和优雅气质。2. 花里胡哨的穿搭，难道颜色鲜艳的服饰就一定能让人显得年轻吗？实际上，这种错误的穿搭观念已经让许多中年女人深受其害。如果只是单纯的选择颜色鲜艳、花里胡哨的服装，而没有正确的挑选款式，搭配上也显得杂乱无章，那么反而会让自己显得老气。颜色过于花哨的服饰还会带来视觉上的膨胀感，从而显得人更加臃肿。此外，如果肤色与穿搭的颜色不协调，还容易让人显得更黑、更土气。3. 服装露而俗，不得体。在日常穿搭中，恰到好处的留白可以显著提升整体造型的高级感和品味。然而，如果在选择服装时过于追求露肤，例如选择过于暴露的款式，往往会让人陷入一种俗气和风尘的感觉。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效果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选择过于短小的服装，如超短裤或短裙，会显得不太得体，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不雅。相反，如果选择中长款的 A 字半裙，不仅能够更好地修饰身材，还能让整体比例看起来更协调。2. 明白3个要点，女人才能时髦得体。1. 年轻人要高调，中年人要低调。看造型是高调还是低调，是显得年轻还是成熟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选择的款式和颜色就知道了。如果穿的是当季流行的鲜艳色彩，或者夸张复杂的设计，那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时尚风格。当然，身材好，能轻松驾驭那些冷门颜色和设计的人也不少。但年轻人之所以偏爱高调的着装，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。
服装不仅仅是为了遮体，它更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。年轻人通常喜欢生活中充满活力和热闹的氛围，这种喜好也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们的穿着打扮上。即便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，整体造型看起来比较简约，她的衣服中往往也会有一些小细节，透露出她对时尚的独到见解。比如一件普通的白色上衣，却在领口或袖口处隐藏着精美的风琴褶皱。这些小细节就是她展示个性和时尚感的方式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穿着打扮往往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。如果不想在人群中显得平庸，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个性、色彩鲜艳或者款式独特的衣服来彰显自己的个性。然而，很多中年女人经历了丰富的人生，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，因此更喜欢简单自然的着装风格。对于成熟的女人来说，更应该选择那些经典不过时的搭配，比如一件得体的职业感外套，或者一条休闲但又不失优雅的小黑裤。这些单品不仅百搭，而且永远不会出错，能够体现出我们的品味和气质。2. 年轻人更个性，中年人更从容。除了第一眼给人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之外，在风格上，年龄所带来的穿衣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具体来说，年轻人在选择服装时往往更加挑剔，他们喜欢精心挑选单品之间的搭配方式，追求风格鲜明的造型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。这里的风格突出并不是指造型本身是否足够独特或前卫，而是指这种风格是否能够轻易地被其他人所识别和记住。在当今时尚界，有一些年轻人所偏爱的风格，是无法用单一的单品组合公式来简单归纳的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从某些方面窥见这些风格的独特之处，尤其是从露肤度这一角度。例如，辣妹风就是年轻人专属的一种时尚潮流。这种风格通常以大胆的露肤设计为主，无论是细吊带背心还是修身束腰裤，都是其标志性单品。这些单品不仅展示了年轻人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追求，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个性化的强烈表达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这种风格的时尚就难以驾驭。细吊带背心和修身束腰裤等单品往往需要较为年轻的身材和气质，才能完美展现其魅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时尚理念也会相应的调整。成熟女人更重视的是舒适感，甚至尝试混搭风格。对于那些正处于生活转变期的女人来说，她的单品中会保留一些设计元素，例如裙子的双层荷叶边或衬衫的宽大袖子，但在整体的风格上，她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分类。那些衣品不断进步的中年女人，衣橱中已经很少有过于突出某种特定风格的单品。例如，年长女人的衬衫通常不会像年轻人那样选择职业化的款式，而是偏好那些质地柔软、气质优雅的设计感衬衫。这些衬衫偶尔融入绸缎、真丝等奢华材质，为女人的着装增添了一份综合而耐人寻味的气场。3. 年轻人追求款式，中年人追求质感。追逐时尚潮流时，年轻人与中年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。对于30岁以下的女人而言，她倚仗着青春的资本，在外观上拥有更为显著的优势，因此在选择服饰时可以更多地依据个人喜好。那些引人注目的设计往往更能吸引她。以 T 恤为例，尽管普遍追求的是宽松舒适的穿着感受，但注重时尚的年轻人同样重视 T 恤上的印花图案是否符合审美，他更喜欢对那些带有知名品牌标志的图案，而中老年女人却不能这么做。比起时髦，经过时间沉淀过的气韵才是我们的魅力所在。款式的新颖远不如质感的高级来得重要。
所以应该选择能衬托气质的基础款单品。基础款服装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不易出错的特性，只要剪裁得体，面料顺滑，通常不会给人留下不良印象。倘若能够融入些许光泽元素，更能为成熟女人增添光彩。关于当前季度的时尚潮流，一些中年女人并非完全不了解，而是会增加一个筛选过程，确保优先考虑得体性。以泡泡袖为例，如果女人身材属于窄肩且苗条，那么选择泡泡袖来增加上半身的体积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这不仅符合时尚趋势，还能提升整体的气质。然而，对于那些肩部宽阔、背部厚实的女人来说，这种时尚趋势可还是不追为妙。3. 从发型上调整，展现气质。千万不要以为头发乱蓬蓬的看起来很随性，其实那并不是随性，而是邋遢的表现。你看看那些总是头发乱糟糟的人，不管穿得多么华丽，总是给人一种不整洁、不注重外表的印象。这种不打理的发型不仅让人看起来显老，还特别容易让人觉得你对生活细节不够重视。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对待自己啊！学会这些发型小妙招，气质又高级。1. 发顶不要太过于贴头皮。发顶贴头皮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刚刚洗完澡一样，油腻腻的，整个人显得毫无精神。其实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造型技巧来改善这种状况，比如使用一些发胶或者干发喷雾，稍微打理一下头顶的头发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头发就会显得蓬松有型，不再贴在头皮上。这种简单的造型方法不仅能让你的发量看起来更加丰富，还能让你整个人精神抖擞，瞬间年轻了10岁。2. 发尾带有微卷的弧度。笔直的发尾，说实话，看起来总是有些单调和没有活力。然而，如果发尾处稍微带有一点微卷的弧度，立刻就能给人一种柔和、优雅且充满气质的感觉。咖啡屋建议你可以尝试使用大号的卷发棒，轻轻地在发尾处卷出一些微卷的弧度，这样不仅能打造出自然的曲线感，还能修饰脸型。3. 刘海的样式根据气质需求挑选。刘海选择得当的话，它能够巧妙地遮掩各种面部的不足之处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完美。然而，一旦选择失误，刘海会让人显得老气横秋，甚至给人一种大妈般的既视感。因此，在挑选刘海时，必须格外谨慎，再三权衡。在众多刘海类型中，我特别推荐尝试一下3-7分或者是中分的刘海。这两种刘海不仅能修饰我们的脸型，还能在视觉上起到显脸小的效果。它们给人一种成熟稳重而又不失优雅的感觉，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。4. 好看的发型配合上精致的妆容，才更加显年轻。坦白讲，素颜与化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在不化妆的状态下，中年女人通常显得没有活力，肤色暗淡，整体气质显得较为衰老。然而一旦施以妆容，效果立刻截然不同，不仅面色红润，而且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因此，千万不要认为化妆是一种负担，实际上它是女人的必修课。咖啡屋化妆时要多注意这2个方面。1. 底妆不要太厚，多尝试自然裸妆。千万不要以为涂抹更厚的底妆就能完全遮盖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厚重的底妆不仅容易导致粉底卡粉，而且还会让人显得更加衰老。中年女人应该学会如何打造出自然裸妆的效果，可以选择轻薄的粉底液或气垫 BB 霜，再适量使用遮瑕产品来掩盖黑眼圈和瑕疵。这样既能提升肤色，又避免了过于浓重的妆容感。2. 用口红来提升气色，更显年轻。口红是中年女人魅力的助推器，
恰当的选择能瞬间点亮面容，焕发新的光彩。然而，中年女人在挑选口红时需谨慎，避免那些过于鲜艳夺目的色彩。建议尝试与自身唇色相协调的色调，例如豆沙色或砖红色。这些颜色不仅能提升肤色，还能保持自然与雅致。5. 选择合适的服装，气质更上一层楼。1. 中年女人一定要远离短裙、短裤，太稚气。中年女人别以为穿超短裙、超短裤就能看起来年轻，其实那看起来并不年轻，反而有点傻气。如果穿得太短，不仅看起来不太得体，还容易让人觉得你在装嫩。再说了，身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好了，穿超短裙和超短裤反而会把身材的缺点暴露出来。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穿长裙长裤吧，这才是中年女人应该有的风范。2. 选择合适的长裙长裤，更加洋气。1. 线条感强的直筒裤。直筒裤是中年女人的好伙伴，它们不仅能修饰腿部线条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干练和利落。如果你偏爱知性风格，那么西装面料的直筒裤会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更喜欢休闲风，那么牛仔直筒裤会更适合你。在挑选直筒裤时，裤长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。裤腿太短会让人感觉不够正式，而裤腿太长则容易显得拖沓和不整洁。最理想的选择是裤脚刚好落在脚踝的位置，这样的长度既显得正式得体，又不失时尚感。如此，无论是上班还是日常出行，都能让你保持优雅和舒适。2. 优雅浪漫的拼接色长裙。穿上一条长裙，中年女人的气质可以立刻得到提升。然而，并非所有长裙都适合。那些设计过于复杂、图案繁多，或者颜色过于鲜艳的长裙，最好不要选。我们应该挑选那些既优雅又浪漫的拼接色长裙。如果你偏爱法式风格，那么带有波点的长裙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更喜欢甜美风格，那么选择带有经典色碎花的长裙会显得更加合适。在挑选长裙时，裙长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。一般来说，裙长到小腿肚的位置是最为理想的。这样的长度既可以巧妙地遮盖腿部的一些小瑕疵，又不会让人感觉过于笨重。3. 整体的配色要干净，有层次。1. 用大地色作为搭配主色调。大地色系不仅易于搭配，而且能够彰显优雅气质。倘若你偏爱轻熟风格，不妨选择一件浅卡其色的连衣裙，再配上一双经典色调的鞋子。而如果你喜欢稳重风格，那么深色调的大地色上衣与浅色长裙或长裤的组合将是不错的选择。然而，在运用大地色系进行搭配时，必须留意整体的和谐统一，避免全身上下穿着同一色调的衣物，这会导致整体造型显得单调乏味。因此，应当学会运用不同深浅的大地色进行搭配，以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。2. 多选繁简配色的对比搭配。通过对比鲜明的繁简配色，中年女人可以迅速增强时尚气息。若您偏爱优雅且具有减龄效果的装扮，不妨选择一件纯色上衣搭配一条拼接色长裙，这样的搭配不仅很有设计感，还能使您看起来更加年轻。要注意的是，在进行繁简配色时，务必确保主次分明，避免上下装都过于花哨，以免造成视觉上的混乱。4. 好的身材比例是关键。一位真正懂得打扮自己的中年女人，会细致入微地考虑每一个细节，即便是在穿着宽松廓形的服装时，她也会利用腰线来增添细节之美。例如，在宽松的裙装搭配中，她会选择一条精致的细腰带来衬托。通过恰当的比例和风格，她能够有效地拉长腿部线条，
营造出修长美腿的视觉效果。一、根据身高打造腰线比例。受限于个人的身高与体重因素，在塑造身材比例时，应着重于发挥优势，规避劣势。寻找与自身身材相匹配的标准至关重要，利用腰线来纵向拉长身形比例，避免5-5分的身材比例，从而实现外貌与体型的双重提升。例如，对于身材苗条且腰腹部线条清晰的女人，可以尝试将衣角塞入下装中，或者使用腰带巧妙地进行分割。重点在于维持3-7分的身形比例，通过缩短上半身的视觉效果来拉长腿部线条，这样打造的身材比例会特别耐看。2、根据身材特征扬长避短，打造露肤细节。在穿搭中恰到好处的露肤与遮掩，以及露肤的程度，都能显著提升个人气质。对于腿部线条不够直或腿部较为丰满的女人，9分裤或长至膝盖的裙子搭配露出脚踝的穿法，是一种理想的露肤选择。而对于颈部较短或上半身显得较为壮硕的人来说，可以选择合适的领口来修饰脖梗，从而在视觉上拉长身体比例。V 领或 U 领的设计也能有效地拉长颈部线条，营造出更加修长的身形。6、真正懂时髦的人都很注意配饰。配饰同样是时尚穿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然而许多人却常常忽视了它们的重要性。一个真正懂得打扮、精心打理自己，使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，往往擅长运用配饰来点缀穿搭。1、精巧配饰提升精致度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挑选适合中年女人的饰品。如果某件饰品让你显得过于张扬，像是暴发户或者显得庸俗，那么这些显然不是最佳选择。饰品的关键在于它能够优雅而自然地彰显气质，仿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将那份优雅气质融入你的风采之中。你可以选择那些光泽饱满的珍珠，或者那些设计巧妙却精致的项链，它们既不浮夸也不俗气。通过这些饰品，可以提升整体穿搭的精致度。2、配饰和服饰之间相互成全。配饰和服装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属性，它们之间需要相互配合，才能展现出最佳的效果。比如，如果你要搭配一些针织类的配饰，那么最好选择古风的衣服，这样可以更好地衬托出针织配饰的温暖和柔软。如果你佩戴的是金属质感的配饰，那么最好选择一些基础且极简风格的服装，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金属配饰的现代感和时尚感。无论是配饰还是服装，在风格上保持一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在视觉上看起来会更加和谐，不会显得突兀或不协调。比如，如果你穿了一件简约的白衬衫，那么搭配一条精致的项链或是一只优雅的手表，就能在简约中增添一丝精致感。同样，如果你穿了一件华丽的晚礼服，那么搭配一些闪耀的珠宝或是一只精美的手包，就能让整体造型更加完美。不管是发型、妆容还是穿搭，只要用心打理，那绝对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。要知道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装嫩，而是要展现出属于自己的魅力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